你好，我想买一台魅族手机。您要的是这个吗？对就是魅族最新的旗舰手机。对不起，先生，这个是 AI 终端，这个才是手机。你这不都是手机吗？我就要中间这台手机。对不起，先生，这个叫 AI 终端，这个才叫手机。手机 AI 终端，手机特种兵。我不管你们叫什么，我就要中间这台手机。对不起，先生，这个是 AI 终端，这个才是手机。今年魅族手机的命名骚操作挺多但是产品这一块呢，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怪圈。魅族21发布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价格我干嘛不买降价后的20 Pro 呢？21 Pro 发布之后，大家又说，这个价格太勇了，既然影像依然是短板，不如选20 Pro 更便宜。更离谱的是最近终端机21 Note 发布之后，结论呢还是一样，20 Pro 只要2300出头，比21 Note 呢还便宜200块钱。有超声波屏下指纹，也有50瓦无线充电属于是买新不买旧，除非20 Pro。好家伙魅族版小米6是吧？那么老旗舰和新终端到底谁更香作为近几年为数不多的魅族终端机，21 Note 对比友商卷了一波又一波的8镜终端，有啥优势吗？一起来看下视频。上一次魅族发布终端机，大伙还记得是哪台吗？可以走一步弹幕。印象中近些年魅族2000左右表现还不错的好像就这个魅族16X了。魅族21 Note 的外观设计，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魅族21的大屏版本，磨砂铝合金中框，白色前面板，按键开孔，摄像头布局不能说一模一样，那也可以说是没啥区别了。主要变化呢就是后盖从 LG 雾面玻璃变成了白色光面玻璃，在2500价位上设计质感都不错。垂直中框和后盖之间的衔接过度顺滑，没有魅族21那种割手感槽点呢是机身宽度达到了76.9毫米单手握持明显有些成熟。那么横向对比 K70、A43 这两台8镜终端机，颜值这块你更中意哪一台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但如果说和自家的魅族20 Pro 对比的话，我觉得质感上依然是20 Pro 的更胜一筹。亮面电镀中框、LG 玻璃后盖都让它看上去显得更贵一些。08、09入门级 XO 星马达，双屏 GPS， 短焦指纹。作为2000万的终端机魅族21 Note 的外围规格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和降价后的20 Pro 比差距就太明显了。20 Pro 呢有同档无敌的超声波屏下指纹，解锁快准稳，能失手解锁，晚上呢也不会闪瞎眼，比短焦指纹是强的不知道哪里去了。虽然20系列的0815马达震感调的不算出色但是也比21 Note 上震感孱弱的这个08、09强不少。50瓦无线充电也是这个价位其他机型所没有的对于经常需要开车导航、办公室布置的无线充电座的用户来说比较友好。以上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准旗舰体验，甚至比部分6、7键机型呢还更好。魅族21 Note 虽然说是8镜平台，但是我们买到的这台256GB 版本，闪存规格用的是 UFS 3.1顺序读写呢是1800加和900加，明显不如 UFS 4.0的魅族20 Pro、K70、A43 这些。既然是终端机，那么性能、续航、快充肯定是大伙都比较关注的。这几台机子用的都是骁龙8镜这颗 SoC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2000档目前的综合最强。先来看一下原神20分钟虚拟地图跑图，魅族21 Note 平均呢是58.7帧，机身最高呢是44.5度左右，整机框呢是5.6瓦，对比 K70、A43 帧率接近，但是功耗呢更低。调度上主要是靠4个中核扛大旗，20分钟游戏中核大核平均频率呢是 1.77 GHz 加 1.47 GHz。魅族20 Pro 升级到最新系统之后，游戏调度明显变怂了很多。去年刚发布的时候能到平均58帧左右，但是现在平均只有45.8帧。虽然说原神版本更新也会一定程度影响这个帧率，但是从调度来看 ，CPU 现在呢很容易触发温控降频。20分钟游戏中核大核平均频率只有 1.47 GHz 加 1.14 GHz， 整机功耗呢是 4.9瓦，机身最高呢是 42.2度，游戏体验是这4台机子里面垫底的。压力更大的星铁环节，魅族21 Note 平均是54.1帧，整机功耗呢是 6.7瓦，机身最高呢是46度。游戏帧率波动相对 K70、A43 明显要更大，主要呢是调度上有点唯唯诺诺了。游戏过程中 CPU 中核大核呢限制在 1.79 GHz 加 1.98 GHz， 无法根据负载压力进一步提频。至于魅族20 Pro 星铁表现呢就更菜了开局30秒就掉到了32帧，
后面呢一直在25到40之间波动，全程平均帧率呢只有33帧，功耗呢只有5.1瓦，机身最高呢是43.5度左右。总体来说啊，游戏性能这一块，魅族21 Note 横向对比2000档的 K70或者说 A43，谈不上优势，但也没有被明显拉开差距。原神的功耗优化更好点，星铁的帧率稳定性更差一点啊。尴尬的反而是这个魅族20 Pro 了。再怎么说你也是个骁龙8镜啊，这原神星铁帧率都快比很多8加机型更低了啊，典型的温控调度负优化。续航方面，在我们5G 纯数据流量模型下，魅族21 Note 一共呢坚持了8小时05分，在所有8镜终端机里面，这个续航成绩称得上是遥遥领先。当然，这点也和魅族21 Note 日常应用内调度偏保守呢有些关系。日常程序冷启动，大核中和频率呢会限制在 2.96GHz 和 2.7GHz。到了应用内呢，X4大核基本就是全程摸鱼了，4个中核频率上限也会进一步被限制在 2.59GHz。用非跑分版本内的 Geekbenchmark 6测试，连续5次多核平均成绩呢在4400左右。快充方面，魅族21 Note 支持66瓦快充，15分钟充入电量呢是8.99瓦时，完整充满耗时呢是51分钟。对比红米的120瓦，一加的100瓦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呢，也要比20 Pro 上的80瓦慢一些。21 Note 这块天马 U8 1.5K 屏，显示精细度、亮度表现的都不错。实测6个吃块，平均峰值亮度呢是1609尼特，手动最高能到774尼特。拉低亮度之后也没啥麻木感，主观的视觉观感上其实呢并不比20 Pro 这 2K 16差。和魅族20 Pro 一样，魅族21 Note 呢支持 B 站的 HDR 视频播放啊，但是呢并不支持杜比世界。默认85尼特以下呢是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85尼特以上呢是360赫兹调光。没有提供单脉冲调光选项，但是对比来看啊，同样是高亮度360赫兹，21 Note 的占空比要比 A43 呢明显更低啊，黑条呢会显得更粗。实测100尼特以上中高亮度区间，21 Note 的频闪基本就没有低于 0.4 的，甚至中高亮度对比20 Pro 默认的480赫兹频闪呢表现还更差些。切换到高频 PWM 调光之后，低亮度区间的 SVM 值呢还不错，15到80尼特区间可以控制在 0.2 以内。但是常用亮度区间频闪不去好好优化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21 Note 频闪表现是不如 K70和 A43的。这两年魅族旗舰的系统广告纯净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其他厂商除了个别 App， 整体来说呢是非常简洁清爽的。但可能是定位终端的关系，21 Note 系统默认的广告数量明显多起来了比如说天气应用中出现了广告，底部呢出现了每日资讯。桌面上滑多了资讯头条，浏览器呢也从默认的极简版改为了标准，排版呢也有点乱。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可以在设置中关闭的，或者手动改回来。对比其他家默认的广告设定，倒也没显得更多。但是对比20系列21 Pro 体验呢确实是降级了。目前系统下 Flyme 的部分动效也有待提升，比如说控制中心下拉、快速返回呢基本是没啥动画，应用的快速打断动画呢也不够丝滑。核心优势还是 Flyme 的 UI 设计审美依然不错，尤其是这个 Alive 壁纸，我是真的挺喜欢，可以实现一镜到底的自定义解锁画面，用着呢确实挺解压。小窗模式依然是定制系统里面最好用的，呼出方式便捷，用之来挥之去比较无感。虽然说是终端机但是21 Note 拍照部分对比20 Pro 扫码级别肯定是有提升了比如说主摄2倍模式对比20 Pro 清晰度呢会更好些，应该也是做了高像素裁切的。20 Pro 虽然说有个2倍长焦但是大多数场景下竟然用的是主摄裁切只有切换到专业模式才会调用，有点离谱。不过21 Note 的2倍主摄裁切在拍摄一些灯箱或者有高光物体时是触发不了 HDR 算法的，容易出现过曝。3台机子2倍裁切效果最好的还是 K70。日常呈现的动态范围不错，这组样张21 Note 呢触发了 HDR， 反倒是 K70没有触发，导致灯箱部分局部呢过曝。HDR 算法的整体观感上还是差点意思有时候呢会让画面看起来太平，整体提亮缺少正常的光影对比。夜景环节21 Note 呢有集成自动夜景模式，但是触发的阈值设定比较高，大多数城市夜景依然是优先 HDR 模式拍摄。画面的纯净度、细节观感对比 K70呢还有些差距但是对比20 Pro 是好了许多。如果说魅族21 Pro 在对应价位上拍照是明显短板，那么21 Note 我觉得倒还行虽然说比2000档的 K70 A43 还是要差些的，比如说 HDR 的效果、夜景的成片速度，但是不像旗舰机差距那么大。那么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这次魅族的终端机21 Note 表现如何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优点是金属边框加玻璃后盖，还有白色前面板和统一的2角，颜值质感在线。
平时玩原神这类手游也可以流畅运行。5500毫安时电池有8小时加的续航成绩，表现相当亮眼。1.5K 屏观感不错，缺点呢是中高亮度下频闪不如友商的同价位产品，66瓦有线充电速度落后，还有就是拍照综合表现对比 K70、A43呢还有些差距。这个机子要是在去年年底和 K70、A43同步发售，16加256GB，2599元啊，其实呢也还行。但是现在 K70 16加256GB，很多电商平台呢只有2000出头，A43呢则是16加512GB，也就2499左右。说实话，我觉得魅族终端机就应该更早一点去做，毕竟前2年各家2000档拍照呢也都是扫个码的水平，都有屏幕大塑料支架，质感呢有明显短板啊。但是今年各家终端机的拍照质感开始好起来了。iOS Note 对比友商产品贵300到400的情况下，综合产品力层面却没有体现出什么优势。说实话，定位呢确实有点尴尬，属于是慢2步步步慢。至于魅族的老旗舰对比新终端谁更香？21 Note 对比20 Pro， 那我觉得还是20 Pro 会更香点。毕竟现在20 Pro 只要2300出头，虽然说拍照是扫码水平吧，但是确实在这个价位上提供了不少人无我有的卖点。优秀的机身质感、超声波屏下指纹、三星 2K16 屏幕、0815的马达、无线充电这些准旗舰配置，就是复测的这波高负载游戏调度负优化确实比较离谱。原本20 Pro 的8Gen 游戏表现算一般但也不算啥明显槽点。这下游戏体验输自家终端，接下来输其他终端机，现在没人可以输了。OK， 那么以上就是魅族21 Note 老旗舰新终端谁更香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旗舰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科模。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